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哥说。今年的休赛季，随着克莱汤普森离开勇士加盟独行侠，一切美好的时光终将过去。曾经我们熟悉的勇士王朝，在经历了附加赛惨痛输给国王的打击后，似乎也走向了终结。自2022年夺冠以来，勇士队已经连续2个赛季以失败告终。回顾2019年春天，勇士队一度看起来无懈可击，似乎更多的冠军头衔都将落入他们的囊中。斯蒂芬·库里、克莱汤普森、凯文·杜兰特和德雷蒙德·格林组成的勇士队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之一。然而，由于一连串的选秀失误、不断的伤病问题以及关键球员状态的下滑以及离开，这个昔日辉煌的王朝已经不再如昔日那般光彩夺目。那么，这支曾经辉煌的勇士王朝究竟实力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把勇士王朝与 NBA 历史上的几大王朝球队进行对比。NBA 历史上有哪些王朝球队？虽然 NBA 历史上有许多球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有球队赢得了1-2个总冠军，但自联盟成立以来，只有少数几支球队在 NBA 辉煌的历史中屹立不倒，真正成为了王朝球队。第一个伟大的王朝是20世纪60年代由比尔·拉塞尔领导的波士顿塞尔蒂克，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霸主。尽管明尼阿波利斯湖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多次夺冠，但60年代的塞尔蒂克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更具代表性。拉塞尔虽然不是在塞尔蒂克队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但他在球队的10多年间，既作为球员又担任教练，尽心尽力，成为了那个王朝的标志性人物。继塞尔蒂克队之后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 Showtime 湖人，由魔术师约翰逊领衔。湖人队在那个10年里，凭借他们的统治力主导了 NBA。他们总共9次进入 NBA 总决赛，其中1次延续到90年代，并5次夺得了总冠军。虽然塞尔蒂克队在那个时代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并对 NBA 的关注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湖人队在那10年的成功显然更加耀眼。接下来是20世纪90年代的芝加哥公牛队，由乔丹领军。公牛队无疑是90年代最具统治力的球队，他们完成了2次3连冠的壮举，在10年内赢得了6个总冠军。科比领衔的湖人与邓肯领衔的马刺在90年代后期开始了他们的伟大王朝，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巅峰。虽然奥尼尔是这支湖人多次夺冠的关键成员，但科比在紫金军团的时间更长，赢得的总冠军也更多。最后最近的伟大王朝是勇士队，他们在过去10年里赢得了4个总冠军。然而，相较于之前提到的这些王朝球队，勇士王朝的历史地位如何呢？各大王朝冠军数量。尽管勇士队的成就或许难以与拉塞尔时代的塞尔蒂克相比，但他们在 NBA 历史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具体来说，塞尔蒂克王朝在进入总决赛次数方面达到13次，赢得了11个总冠军，其中包括1959年至1966年间的8连冠。这一壮举可能永久载入史册，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朝。没有其他球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冠军，更没有说连续赢得这么多次冠军了。尽管后来有不少球队努力追赶，但至今仍无一人能接近这一神迹。乔丹的公牛王朝则最接近这一记录，他们在6次进入总决赛的过程中赢得了所有的6个总冠军。如果不是乔丹因打棒球而中断职业生涯，他们或许能更进一步。公牛王朝2次完成3连冠的壮举，在总决赛中的胜率达到100%。迄今为止，他们是唯一一支能如此多次进入总决赛并保持全胜的球队，因此他们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王朝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标志性的。80年代的湖人王朝虽然只获得了5个总冠军，但他们打进总决赛的次数更多，共9次。尽管在夺冠路上几次受阻，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一贯出色表现，使他们在80年代成为华丽且坚韧的冠军。科比带领的湖人队和邓肯率领的马刺队都取得不俗的成绩，他们各自赢得了一连串的冠军，并在随后的1-2年内再次登顶。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不断争夺西部的霸主地位。勇士王朝在进入总决赛次数上为6次，赢得4个总冠军。尽管他们的成就相较于历史上的一些其他王朝显得稍逊一筹，但他们在过去10年的成功无疑为 NBA 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除了2006年的达拉斯小牛队之外，代表西部参加总决赛的球队始终是湖人或马刺。这一时期，西部的霸主地位几乎由这2支球队完全把握，显示出他
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强大统治力。尽管勇士队获得的冠军数量与其他王朝相比略显逊色，但他们在总决赛中的亮相次数与某些王朝不相上下。他们的辉煌不仅体现在季后赛的关键时刻，还在常规赛中展现出卓越的表现。例如，在2015-16赛季，勇士队以惊人的73胜9负战绩打破了历史纪录，成为 NBA 历史上第一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支在常规赛中输球场次仅为个位数的球队，超越了1996年芝加哥公牛队创下的72胜10负的历史纪录。然而，勇士队在10年间6次进入总决赛，并赢得4个冠军，这无疑是他们统治力的明证。在21世纪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勇士队主导了西部，甚至在某些时期统治了整个联盟。他们已经成为 NBA 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站在了伟大的篮球巨人之中。NBA 最佳常规赛纪录，勇士2015-16赛季73胜9负，公牛1995-96赛季72胜10负，公牛1996-97赛季69胜13负。各大王朝的基石球员，拉塞尔的塞尔蒂克队由3名名人堂成员领衔，包括比尔·拉塞尔、约翰·哈弗里切克和鲍勃·库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支球队多次夺得冠军，巩固了塞尔蒂克队在 NBA 历史上的霸主地位。类似的 Showtime 湖人也由多名名人堂成员领衔，贾巴尔、詹姆斯·沃西和魔术师约翰逊共同打造了这支传奇球队。他们在80年代的湖人队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统治力。在乔丹旁边，公牛队还拥有史上最好的防守球员之一的斯科特·皮蓬以及篮板高手丹尼斯·罗德曼。这个核心阵容为公牛队赢得了6个总冠军，成为90年代最具统治力的球队之一。科比领衔的湖人队在第2次夺冠期间，虽然阵容有所变动，但在3连冠时期，德里克·费舍尔是科比的主要助手。尽管费舍尔在湖人队的职业生涯场均数据并不突出，但他为球队效力了长达13个赛季，成为队中的重要一员。与湖人在西部争霸的马刺队在整个10年间也保持了稳定的核心阵容。在托尼·帕克和马努·吉诺比利的协助下，蒂姆·邓肯身边总是围绕着出色的球员，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马刺队的选秀眼光也极为独到，成功选中了这3位核心球员，确保了球队的长久竞争力。与马刺类似，勇士队也是通过选中了他们的核心3名成员而建立起王朝。勇士队拥有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射手组合斯蒂芬·库里和克莱·汤普森，而德拉蒙德·格林则在防守和组织方面为球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这些年来3位巨星身边的队友不断更迭，但他们在每次夺冠之旅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勇士王朝以其标志性的3分球著称，是这些传奇王朝中得分能力最强的之一。勇士改变了现代篮球。这些王朝球队中的每一支都在 NBA 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勇士王朝在其中掀起了巨大的水花。当一支球队能够像这些传奇队伍一样长期称霸 NBA 时，他们必须会对篮球的发展方向与认知产生深远的影响。拉塞尔领衔的塞尔蒂克王朝展示了由历史级球星引领的真正王朝风采。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伟大的球员，还因为他们塑造了一种新的篮球文化和竞争标准。80年代的 Showtime 湖人帮助 NBA 从一个充满争议和丑闻的时期中重振旗鼓，他们的比赛风格重新点燃了球迷对 NBA 的热情，并引领了一种更加现代的比赛风格。在接下来的10年里，乔丹和公牛的崛起将 NBA 推向了一个更新、更全球化的舞台。乔丹的天赋和巨星魅力不仅仅赢得了总冠军，更将 NBA 的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当科比和奥尼尔重新定义了篮球运动员可以成就的明星地位时，邓肯、吉诺比利和帕克则强调了篮球基础知识和整体比赛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稳定的核心阵容和战术执行，展示了另一个成功的路径。在库里和汤普森的全盛时期，勇士彻底改变了 NBA 的发展方向。尽管 NBA 长期以来强调身体对抗，且大部分得分通常来自于篮下和中距离投篮，但勇士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证明了3分球也可以成为赢得总冠军的关键因素。当他们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夺得第1个总冠军，并持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后，他们的自由流畅的投篮风格引起了全世界球员的关注。受勇士比赛风格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球员开始增加3分球的出手次数，以追赶勇士的得分节奏。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模仿他们的投篮频次和射程，使得每个赛季都有更多有天赋的投手加入 NBA。
尽管在2023至24赛季结束后，许多人认为勇士王朝可能已经落幕，但他们仍有机会继续增添荣誉，只有时间能证明他们最终的成就。但就目前来看，勇士王朝无疑是 NBA 历史上最出色、最重要的王朝之一。